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为大家带来新游戏的视频了。这次我们做的游戏名字叫做《庄园领主》啊，这个游戏目前还是一个 EA 版，尚未发售的状态啊。小米拿到的是一个先行的主播的一个算是内测版本吧。小米玩到的版本呢，可能和大家玩到的会有一点点的出入啊，但是大体内容上应该是没什么变化的。这个游戏呢，大概还有1周左右在，26还是23号啊，这个游戏就正式发布了，大家就可以在 Steam 上直接购买了。这游戏呢是一个人经过7年啊独立开发的一个游戏啊，只有美术、音乐这些是外包的，其他的主程序应该是只有一个人啊。这游戏目前是 Steam 上愿望单排名第1的游戏啊，比这个黑神话悟空什么的还要高啊，所以还是挺有期待值的吧。我们先来进入到游戏啊，这是一个中世纪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它有点融合了很多种游戏在里边，比如说放逐之城、遥远的边陲，甚至全战帝国时代啊，你这些游戏的影子，你在这个游戏里都能看得到啊。那一上来呢，我们是要捏一个自己的这样的，算是一个领主或者是家族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那这个系列的视频呢，小米的这个计划是，如果大家喜欢看的人多，我就多出2期啊；如果看的人少呢，我们就只做一个就是入门项的，教大家怎么种田啊。因为我研究了很长时间这个游戏怎么种田，现在算是初窥门径，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啊。如果看的人多啊，点赞过1万，我们就把后边的内容也给大家继续往后录啊。那如果这个不够的话呢，我们就暂时先放一放，只给大家做一个入门项的一个开坑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啊，就不继续往后录了。好吧，那这里呢，这个游戏的这个家族文章系统还是做的挺好的啊，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然后每一个形状呢，这里边都可以进行自定义，然后里边可以选它的背景啊、颜色呀，然后徽章啊，甚至你还可以改它的数量啊，这是几个，还有大小这些全都改啊，甚至这个颠倒来颠倒去这些都能改啊，还是挺好的。捏一个自己喜欢的文章，还是有一些代入感的。比较遗憾的是，这个领主的头像目前就只有这个9个，比较少啊。我个人觉得就是这老哥跟我们游戏里的那个领主比较像，我这边就是随便捏的一个啊，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啊，我们先来进到游戏中给大家看啊。这游戏的现在是开放了3种模式啊，这3个模式呢是一个是这个种田模式，就基本上就没有战争，全是种田啊。我们就以这个发展城市，然后维护这个什么城市的治安等等一系列的为，不饿死人不死人，或者是怎么样的啊，这个让城市增长为一个游戏目标啊。然后这个重建和平这模式就有点像帝国时代。地图上会有一个 AI 啊，这个 AI 呢是另外一个男爵，我们的目标呢是要把这个男爵打跑啊，我们需要把这个土地全都给一大一统了才算是胜利啊。那最后一个呢是没有 AI 敌人的，但是会有一个更加频繁的这样的一个袭击，我们这个是2年来一次袭击啊，这个每1年都会来一次袭击，然后这个但是地图是空着的，我们可以随便占领啊，这3种模式。我个人觉得还是这个模式是这个内容最全面的，又有 AI 敌人，又有袭击，虽然袭击的年份少一点啊，然后也可以种田啊。然后，但是这个统治的这个目标其实是很这个怎么说很干的一个目标吧。我估计肯定是我们的系列肯定不可能录到这么靠后啊，我们就给大家这个系列大概可能就出个2、3期的视频吧，是我一个比较想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想法啊。看的人多就录3期，看的人少我们就录1期啊，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里边的这个细节你还可以去设置，可以改啊，你不喜欢还可以改。我们就以一个重建和平的默认难度啊来开始游戏啊。这里呢建议大家稍微的刷一下图，小米呢已经把这个图刷好了一个了，我们直接就读取就好了啊。这边我们直接读取啊，这个图呢是我稍微的刷了一下的，刷一下主要刷什么呢？进图跟大家说。刷一下这个游戏的体验会极大程度的提升，不刷行不行的也能玩啊。你把这个难度稍微的降一降啊，也能玩。对，第1个档的体验呢，你甚至可以用一个和平档也不错啊。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这个游戏的大地图啊，你可以看到这个领地数量还是挺多的，每占领一块领地都是要用影响力的，1000影响力还是挺干的。你如果要想全统治的话，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啊。然后呢，这个黄色的这里就是所谓的这个男爵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男爵的这个身份，然后地图上还会刷新一些强盗营地，看这里啊，山贼啊，我们的这个难度下呢，最多是有3个山贼的这个营地啊，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我感觉就是一个怎么说血包啊，这个东西是纯粹对玩家来说是正面的，并不是负面的啊。我个人觉得这个山贼越多越好啊。我们为什么我到这个游戏跟大家说啊？
然后呢，再放大到我们的这一小块里呢，可以看到每个地图都是这些资源啊。然后带皇冠的这个是富饶之地啊。我稍微刷了一下呢，就是想找一个，我本来想找一个浆果丛和这个野生动物都富饶的地方，但是我刷了能有30-40张吧，没有。我感觉应该是不可以啊，它俩只能2选1富饶，或者是都不富饶啊。是这样的，矿物倒是有多个富饶，同时最多是2个富饶。我这张图不算最好的啊，就只有1个啊。那我们就野生动物富饶，这2个最好有一个呢，是为了减缓我们前期的食物压力啊，否则这个食物压力实在太大了。这个游戏的种田系统，我个人觉得后边肯定还会大改啊。目前这个农田的收益实在是太低了啊，谁种谁吃亏啊。所以前期基本上就是靠采集和打猎。你这2个2选其一，起码有一个富饶，你这个会简单很多啊。这是一个刷图点啊。另一个刷图点呢，就是我们按 C 就可以打开这个建造模式啊。这边可以看到有各种图层啊，比如说地下水、小麦。这个图呢，种田虽然收益很低，但是必须得种啊，因为你后边要穿衣服的话，必须要有这个亚麻啊。后边你要满足这个刁民的需求，你还要给他们喝啤酒，你要有大麦啊，否则你这个酒你供不上啊。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有的，所以呢，建议大家进来之后呢，切到这个视图去看一下，我们绿色代表肥沃啊，然后最好的，因为这个地啊，它讲究一个轮作啊，它这个一年种这个，一年种那个，否则它的肥沃度就会一直降低，你一直种同一个就一直会降低啊，你否则就得休耕，意味着你中间就是停1年再种也行啊，但是我们轮作肯定是更好啊。那我们这样就是找这个大家的这个肥沃度都很高的一块地啊，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片地就是啊，这个所有的人的这个肥沃度都是所有的这个种类啊，在这个肥沃度下啊都是绿色的啊，那这片地就很适合种田啊。我们一上来呢就可以摁 R 键就可以打开这个道路的这个快捷键啊。我就可以把这片地稍微的圈一下啊。这个游戏呢，建造这个道路啊，或者是建造这个路是不消耗任何的资源的啊，我们就可以稍微的圈一下。这个东西是可以删的，摁到这个道路模式，摁 R 进入到这个道路模式下，按住 Alt 按鼠标左键就可以把这个路删了啊。这个游戏教学基本等于0，有一些啊，但是不多，有用的不多啊，基本上都是靠玩家自行探索啊。我们就先把这样的一块地做一下标记啊，它并不好看啊。然后这个游戏也不讲究一个横平竖直，强迫这个玩家狂怒，好吧啊，它也不讲究这样一个横平竖直，就是怎么说，主打一个这个圆润啊，主打一个圆润。那一上来呢，我们先把这个地稍微拉一拉。一上来是给了我们一个这个流浪者的营地，还有一个拴马桩。所谓的拴马桩，但实际上里边只有一头牛啊。这头牛是全村人的希望。你如果不会用这头牛，你的游戏体验极差啊。一上来呢，先把一个家庭指派到这里啊，因为这个游戏主打一个真实嘛，它建造所有的东西都要把这个原材料用这头牛运到建造地点。这个没有牛去运，这个一辈子你这个东西都建造不出来，全村都在那站着看着啊。这就是这头牛的重要之处，这是全村的希望啊。前期一定要这个看顾好这头牛，当然不会死啊，就是一定要派一个家庭。然后我们来看看上面的这个界面啊。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游戏呢，它的就是这个种田的部分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啊。我们一共初始上来是5个家庭，我们刚才派了一个家庭去拉牛啊，所以已经有1个家庭了，还有4个家庭闲着啊。只有有闲置家庭的时候才有人去建造，你没有闲置的家庭的时候是没有人建造的。然后我们种田就只看家庭就可以了啊，这个人数是不重要的，但它的人口也有意义。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后边要组建军队啊，组建军队，一个家庭里边的男丁都会去啊。我个人觉得这游戏目前好像都是儿子，没听说有女儿的，反正一个家庭都会出俩人去参军。就是他去参军了也没关系啊，家里留下的这个人还是会完成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家庭被指派去牵牛，还是会有留下一个人去牵牛的，只不过效率会有所降低啊。所以这个人口呢是在征兵的时候才有用，别的时间是没有用的啊。然后民意受很多事情影响啊，主要就是信服度啊，你这个民意只有大于50%的时候，才会有人口来到你的这个村落里面。小于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的，一家一家来的啊。小于50%的时候就不来啊。然后公共秩序这个后边再说，现在刚开局用不上啊。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所有的钱，我们的钱刚开始能干嘛呢？能买牛啊，但是一上来先别买了，因为你现在的这个空间只有1-1，你现在就买，你放不下，没地儿放啊。然后马这个东西，我目前觉得用处并不大，远没有牛
牛的作用性高啊，反正所以前期不要买马，先买牛，牛才是拉这个物资的啊。马，反正现在也没有看到有骑兵啊，这个马有什么用？有待发掘吧，只能说我目前还没有看出来马有啥用啊。然后这边是显示了我物资消耗的月份，就是剩余还有多少月份啊？主要就是食物和燃料这两项啊。然后燃料在冬天它的消耗量是加倍的。中间这里红色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急需要完成的部分，或者是有事情的部分啊。然后右边的这边是资源，资源还分很多类啊，每个类里边又有很多项啊。所以呢，这个游戏呢，我个人觉得它的这个美术啊、UI 啊这些，这个不叫 UI， 美术画风什么的做的都不错啊，而且这个优化也很好啊。优化我现在目前觉得挺丝滑的。没有什么太卡，但是我也没见到很后期啊，可能后期会有卡顿啊。目前感觉还可以，优化还可以啊。然后，但是引导差，UI 也不咋地啊。我个人觉得 UI 做的也不咋好。然后点中间这里呢，能看到这个科技树啊，这个科技树呢，目前还有很多没做完。开放的东西就不是很多，就基本上就只开到了2层啊。后边的这个未开放抢先底盘版仍在开发中，第3层的科技树基本上都没有开发，2层也只开发了一半啊，就科技树很少啊。但是这个科技点的获得也非常非常的难，所以每一点的科技点一定要慎重啊。然后后边还有个政策，政策目前也只出了2级政策，1级政策里边还有2个锁着的啊，然后3、4级更是没有，所以就内容上呢还是有待加强吧。它现在还是一个抢先体验版，生产这一页呢干脆就是空的啊。我们在这里呢改一个名字吧，是吧？我们要在这里重建醍醐镇的荣光啊。这能打中文的，虽然它不显示啊，但是你可以看到这边就能显示出来。我们在这里重建醍醐镇的荣光，好吧啊，我们这刘易斯二世啊，刘易斯二世小米米莎，就来到了这个异世界啊，在这个中世界来打造啊。然后我们先建路啊，想致富先修路。我们先把这个地下水确定一下，我们的居民区必须靠着地下水啊。可以看到这是采集区啊，这边是我们的采集区。那采集区伐木区可能在这边啊。然后这个铁矿非常的远，这个图我建议大家如果那啥的话，还可以再刷一刷啊。我这个图实在是不算特别的好啊。然后正式农田的话，我个人觉得居住区可以先放在这一片的区域里啊。这个居住区里呢，我们要刚开始呢，一定要稍微先规划一下，比如说，我们先拉一条路出来啊。这条路呢，我们可能也拉不了特别直啊。这游戏你就没办法特别的横平竖直啊，可能大概其是这样吧。这样拉出一条路来，但它好就好在它修路是不消耗任何资源的啊。然后呢，在这边呢，我们要在中心区留下一个，如果你玩过《纪元1800》，你一定懂啊。你要是想满足刁民的所有需求，你是需要给他们提供公共建筑的。我们先把这个公共建筑的区域呢，先给它画出来啊。这个公共建筑包括什么呢？这值不值的就不要太强求了啊。包括一个水井。水井是必须要放在这个水源上的，所以你圈在这块区域里必须得有水源啊，包括一个水井啊，这个东西可以先不造啊，可以先暂停此建筑，先不造啊。但是我们可以先把它规划上。另外呢，就是包含这个最后边还有酒馆啊，然后前面最主要的是这个教堂，你可以看到这个空间要满足啊。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市场，市场这个东西一定要有啊，没有的话是满足不了这个人民的需求的啊。然后市场这个东西它是不消耗任何资源的，你可以看到无建造成本，所以我们只要给它画一个，就说白了就是摆摊区啊，地摊区，我们给它画一个这个公用的摆地摊的地方啊就可以了。看这就画不了横平竖直，我就难受的不行了，我就不能画的横平竖直一点吗？我再大一点呢？这边可以看到我们一共能摆多少摊啊？前期30、40个摊差不多了啊。哎，这反正啥资源也不耗啊，我们就放在这儿。然后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开始规划我们的居民区了。居民区前期其实先少画一点啊。然后他们这个带一个这个正方形的建筑，就是要规划4个点的建筑啊。这种建筑呢，它是有一定的方向性的。对于居民区来说，你先画的2个点就是靠近路的这2个点啊，先不要画这么大啊。我们先小小的画2个房子吧。然后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样圈出来之后，你看到这个居民区里这是2个房子，可以看到啊，宝地啊，它这个房子叫宝地，然后建造成本是4根木头。然后你如果画的小一点，你可以看到啊，画的小一点，它消耗的这边变宝地1了，我们一定要让它宝地2啊。
哎，你看到它仍然是保地2，但是它仍然消耗4个木头，但是它少了一个区域啊。你看到它只有一个房子的区域了，它是没有它的这个附加区域的。我们修建房子呢，在同等的成本下，一定要让它有这个附加的这个区域。这个附加的区域呢，是让你这个房子升级成功能建筑的一个必须的区域啊。我们一定要记得留这个区域啊。我们先建造2个房子，然后最重要的是呢，我们看到这边是采集区啊，那我们就在这里建吧。我们在这边建一个，前期最重要的就是木头，先建一个伐木营地啊。玩过纪元1800的人都知道是吧？前期最上来最重要的就是木头啊，然后把这个优先级调到最高啊，我们可以调到很高啊，然后一定保证你有这个位置派的人，我们就可以加速了。这游戏加速倍数最高是12倍啊。然后这个游戏呢，主打一个真实，怎么真实呢？我们可以切成这个领主模式啊，我们就穿上这个小斗篷啊。这个素材吧，你说它多精细吧，它也没有，但是它主打这个可以融入基层，可以跟这个走基层啊，看看这个大家的劳作啊。到后边，当你的这个城镇建起来之后，甚至战争了，在战场上，我们的这个领主也可以穿个小红斗篷在里边 OB 啊，就主打一个旁观，也不能上去打，也不能参与，也不会有人打我们，就是欣赏观赏我们的这个子民们的生活，就是这个感觉啊。哎，你也可以去干这样的事情啊。然后我们现在就加速，你不加成12倍速，这个游戏可慢可慢了啊。然后我们目前的这个难度是2年会有这个袭击，所以在这2年里呢，我们要尽可能的发展自己啊，尽可能的发展。前期最重要的呢，先把这个民意想办法调到50以上，因为流离失所啊。我们这边5个人都没有，5个家庭都没有房子啊，所以导致这个流离失所。这2个标志呢，代表着初始它给了一点物资啊，这物资露天放是会损坏的啊，所以它要求你去建仓库啊，所以这个没有仓库的话，这个物资会逐渐的减少啊。但我们无论修什么都是需要这个伐木工的啊。我们先上来就给他把这个拉满，这样留一个家庭去建造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切到这个界面上的时候，这里是放的这个家庭的数量。这里呢，人手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家庭的人都在干嘛啊？然后在高级这里，我们是可以选定指定工作区域啊，甚至我们后边还可以给他派一个牲畜、派个牛什么的。然后我们加这个教程挡我了，我们可以给他画一个区域，让他优先先把这片树砍了，这样不挡我们规划啊。好，然后牲畜后边可以给他额外的配一个牛，专门给他配啊。然后这边有新消息啊，这里呢就是我们另外一个 AI 给我们回信了啊。这个游戏的回信是这种拖进来的，然后后边有一些别的回信方式，但它都没解锁啊，而且它的汉化也不全。我估计大家拿到的版本应该比我现在的这个版本要那什么一些完善一些啊，应该不会有这么多问题啊。我现在拿到的这个版本问题还是挺多的啊。这游戏现在应该已经有挺多主播出过这个算是视频了吧啊，热度还是可以的啊。我们来看看大家喜不喜欢这个游戏啊，决定一下我们还有没有下一期啊。好，这伐木营地他们就开始伐木了啊。我们看着我们自点的木头资源啊，有木材了呢，他们会去建造这个。我们优先的要把粮仓先建了啊。这个粮食在外面损坏的可快了，在我们的这个物流里边啊，这边有一个粮仓。我们这边是采集区，对吧？这边有这个这个和这个，然后农田也在这里。我们把粮仓呢就建在这个附近，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然后摁住鼠标左键，你是可以旋转这个建筑的。然后它箭头的这个方向呢，代表这个方向一定要朝路啊，没有路的话它造不了啊。物资不足啊，没有足够的木头它不造啊。我们继续让他们赶紧砍啊。一上来就把这个木头拉满啊。然后初始呢，给我们的这些物资里边是给了20个粗石的，这20个粗石刚好是够我们建一个粮仓和一个教堂的。这个粗石一定要好好用啊！我把这个粮仓给它弄进去啊。然后已经有一家人搬进去了啊，已经有一家人搬进去了。然后我们慢慢的去规划啊，然后再把这几家人全搬进去，因为不搬进去呢，我们的这个幸福度一直在减啊。我们这里就看一看啊。你看到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这边是可以是这样，是3个房子，但是资源不足啊，也可以是2个房子。然后你如果1个房子呢，你可以看到，哎，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房屋，这虽然只建了1个家庭，但是它这有一个额外的房子，这个房子是可以升级的。升级呢，这里就能容下2个家庭，但是他们只占这一个所谓的叫做宝地啊，就是这么的一个说法。我个人觉得就一家一个院吧，2家用1个院整成4合院也没有必要啊，我们就一家1个院挺好的。速度拉满。
哎，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修房子啊，这些都是有这个模型的，还算是挺有意思的吧？还算挺有意思的。没事的时候在这儿看看他们怎么干活啊。我这民意已经非常低了啊，流离失所，大家流离失所啊。我看一下木头怎么样了，木头有一些了以后可以抽调出一个家庭来加速一下我们的房屋建设啊。一个家庭的话，它建的这个速度毕竟是有限的。哎，粮仓好了以后呢，我们派一个家庭进去，他们就会把这边露天摆的这个粮食啊，给它摆进这个弄进去啊，弄进去。抓紧把这些露天的粮食先抢救一下，因为我们粮食本来就不多啊，露天的这些更要抢救一下。然后这边除了有粮食之外呢，还有这个木柴啊，木柴也是很重要的资源，决定了我们的燃料数啊。这个之后再跟大家说啊，慢慢弄啊，一点点来啊。等他们把这些啊面包全都搬进去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粮仓里的人抽调出来了，暂时就用不到了。然后还是让他们去干别的其他的事情啊。这一转眼就4月啦，你们就干这点活花了1个月，这也太慢了。2年之内就会有人来袭击我们了，这合适吗？你看到这边告诉我们有物资被湿透了，会损坏啊，这也在提示我们这个事儿啊。那我们赶紧把这个仓库也给它规划上啊。仓库的话呢，我个人建议要离你的这个工业区比较近啊。我们这边有一个石头，这边有个粘土，那这边下面这边可以作为工业区，上面这边作为采集区啊。就是这铁矿实在太远了，我的天！那我们的仓库就放在这儿吧，就放在它正对面啊，以这条主干道为分界线啊。这样呢，离着这个资源点近，这个牛车拉着也会比较快一点啊。尽量让你的这个规划都靠着这个资源点会比较好一些。我们这边又建了一个宝地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规划，把这个房屋再来两栋啊，再来2栋，我们来吸引其他的人入住啊，这得。疫病啊，这里告诉我们是有可能会生病的啊。等一会儿我们再告诉大家生病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啊。我们先把这个房子画上。这怎么还不一样胖瘦呀？它不能这个非常板正的建造，这一点我实在是不是很喜欢啊。强迫症玩家狂怒，你看你这个建着它就歪了啊，它很难说是真的就摆的特别的齐啊，就很生气啊，就没辙。那就这样吧，大一点就大一点，不要太在意这些细节啊，不要太在意这些细节。我们没有吃的了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采集和打猎。我们既然这个野生动物是富饶之地呢，我们在采集这里优先先去打猎。我们把这条路先往这边延伸一下啊，延伸到我们的丛林里。然后一定要注意啊，你不要在这个野生动物所处的这个红圈里建造东西啊，不要建造任何的东西。你这样建造了之后，会让这些野生动物发生迁徙的啊。迁徙了之后就很麻烦了，它们有可能去的地方更远，我们就更没法弄了啊。所以呢，不要去往它的这个领地里去建造任何东西，我们就在外围这边啊建造啊，在这里建造，然后把这个优先级拉得高一些啊，然后这样我们才能不缺吃的啊。好，我们继续把这个速度拉上来啊。木头有一些了，我们就可以先停一下了，把这也停下来啊。粮仓应该搬完了吧？搬完了啊。然后你刚才看到这个人去摆摊儿了，应该是你看到啊，这边你刚才有一个食品摊儿啊，这个摊位就是在市场里，当你这个仓库里有吃的时候，他们就会主动的去摆摊儿啊。这个东西有什么用？我们后边再跟大家说。我们优先呢先去我看一下木头怎么样啊？木头还是不够啊，这边还是要更多的木头。我们来吧，就5个家庭实在是初始太慢了啊。工作区空无一物。找不到可采的资源，这边这么多树呢，不能采吗？能把这边采一采。好，狩猎利剑完了，我们赶紧把人手派进去。然后这边有一个狩猎的限制数量，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这个野生动物全都弄没了，全都弄没了，它这个繁衍的速度就太慢了，甚至会绝种啊。所以我们要留一些，10个就是不错的一个数值了，我们就留10个啊。然后派一个家庭去打猎。打野生动物的最大的好处呢，除了产肉以外，它还产皮毛，皮毛后边可以做衣服啊。然后这边呢，我们再建一个采集这个什么的屋子啊，采集浆果丛。鼠标左键摁住啊，你就可以去旋转这个建筑物的方向啊。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不是很好用啊，不是很好用。我们就冲着这边吧，这条路不平啊，所以它不能那啥。我们把这条路往上再拉了，哎，这样我们就能建这个。好，这样就可以对着这条路了啊。这个的优先级也要提高啊，因为我没有吃的了啊，我们优先把这个事儿搞定。然后这个优先级也高一点啊，仓库倒是可以晚一些啊。这些建材，我觉得大多数还是没问题的，不需要着急把它弄进去啊。所以这个仓库倒是，哎，仓库已经建好了，那行吧，当我没说啊。然后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狩猎营地的这个高级直接就选择到这片区域里啊，这样就效率能更高一点。好，我们加速啊。还有一个家庭流离失所，赶紧弄进去啊，这样我们才能有新家庭入住啊。啊，砍树。啊，我建了个护林员小屋吗？完了，我建错误了，我建了个护林员小屋可还行。护林员小屋是用来种树的，这是指定人是摘树的啊！我错了，我要再采集，我要建这个采摘小屋啊，绝了！行吧，护林员小屋早晚也得造啊，现在建到这儿就建到这儿。哦，我们建这。没事儿啊，这个食物已经开始长了，慢慢来吧。优先现在先把这个房子造出来。都4月份了，我们得抓紧吸引人进来啊！先把这个房子，这2个房子给造出来，然后看一下我们的木头，还是不怎么够啊，还是不怎么够。有物资受天气影响了。定居点等级升级，我们建了5个房子就会升级啊。就会升级。我们把这个仓库里的把东西往仓库里先搬一搬啊，往仓库里搬一搬。这边有人口，我看我从哪儿挪一个啊？从哪儿挪一个？这儿有一个，这儿还没有，这儿挪一个吧。然后我们就可以点第一个的这个发展点了啊。第一个发展点，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的重要的。我这里给大家排几个雷，我用着很坑的几个东西啊。一个是这个养蜂，这个养蜂的效率太低了，实在是太低了。我比较推荐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森林管理和这个陷阱设置。这一个是提高肉的产量，一个是提高浆果丛的产量。如果你前期没有像我这样找到一个富饶的这个食物产地的话，你设一个浆果丛产量，前2年的食物基本上不要愁啊。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坑的呢，是这个果园种植，这个果园要种3年的时间才会有很好的收成啊，太坑了啊！然后这个种行梨我也不推荐，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耕地的效率实在是不高，你即便拿它去提高了呢，提高的也有限啊。我最推荐的呢，前期如果你没有食物的话，就这2个2选1。我最推荐的一个是这个烧炭啊，这个东西能让我们的木材的产的这个效率提高，但是需要额外的往里多放一个人啊。然后另一个是这个羊类繁殖啊，我们后边的衣服是要靠羊毛来生产的。然后羊呢，如果你不让它羊类繁殖的话，我们只能通过贸易去进口去买啊。一来是时间周期长，二来是比较贵啊，所以这2个是我最喜欢的啊。我们先来一个烧炭啊，当然虽然现在点了，但是我们现在还用不上啊。这个点数非常的稀少啊，非常的稀缺，所以能那个啥的时候，前期还是要尽量的节省一点的。这边提示我们木材已经不足了，我们就在这个伐木小屋的这个附近啊，我们再造一个这个做木材的。这边有一条消息啊，武器配给，它告诉我们这是系统送了我们一些武器啊，它这个是这个难度下独有的啊，它这里可以看到有20个大型长矛、大型盾牌，20个长矛。我们选择军队，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组建军队了。你组建军队呢，只跟你的这个武器以及你的这个人口数有关啊，其他的都没有啥关系。它一共现在有4种兵种：步兵，然后这个民兵、毛兵。民兵、长兵、武器兵和这个民兵弓箭手啊，那它分别对应的就是这种不同的武器。弓箭手对应的是弓箭啊，然后长兵武器对应的是这个，民兵应该是这个吧。然后我们现在拥有的是这个长矛和这个大盾牌，所以我们一定要建这个民兵毛兵啊，这样就可以了。组建了第一个单位，然后它就会根据你看，我们一共是5户啊，它就抽掉了10个人口。但是只要我们平常不征召他们，我们只要选择把他们征召出来，他们才过来。不征召的时候呢，他们就还在这个村子里干农活啊，也不影响，哎，也是不错的啊。这里怎么还暴露呢？我这不都
我这不都已经派人来了吗？赶紧运运，哎，运运啊！然后这个优先级提高啊，没有燃料了，赶紧。好，我们这边已经把额外的一栋房子造出来了，马上就造好了，这样我们就有一栋额外的空置的房间了，就可以吸引别人来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伐木屋也造好了，赶紧把人派进去，开始做这个木柴啊。没有木柴的话，燃料没有了，盐醇燃料就耗尽了啊。然后这石头我们一直没有人来搬啊，先不管了，石头就在那儿扔着吧，也无所谓了。然后我们的民意终于涨到50以上了啊，这是跟我们商品的这个种类是有关系的啊。然后看看这边的采集小屋还没有建好啊，我们等一下这边的采集小屋，有了采集小屋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市场上的商品的种类还能再增加，等它再增加之后呢，我们就有更多的这个民意啊，就可以更多的吸引人再过来了。然后这边的房子只空一栋其实是不够的啊，这里它又空无一物了，那我们再去给它指定一个范围啊。这种是橡木，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小的这个灌木丛啊，它是砍不出什么木头来的。我们在这边是有一个，这个叫什么装饰啊，是可以把这个灌木丛清掉。你会发现这都不是树啊，只有清不掉的那些才是树啊。这样能让我们的地图看着稍微的干净一点啊。这样就可以了啊。我们继续啊，让它去该砍树的砍树，该干活的干活啊。井井有条，我们的小村庄正在发展啊，然后我们再来造几簇房子啊。现在可能木头不是很够啊，但是能造几个造几个。哎，差不多啊，可以，就造这3个吧。现在燃料稍微上来一点了，慢慢来啊，总会好起来的，慢慢来啊。这石头就搁在这儿吧，10个粗石应该是坏不掉的啊。石头有什么可坏的，是不是？然后随着我们的发展呢，这个强盗是会来抢劫我们的东西的啊！抢劫我们东西是没有什么动画的，只有一个提示告诉我们强盗抢走了什么什么，抢走的东西呢再也要不回来了。所以最好的方案呢，就是在强盗还没开始抢我们之前，我们就去把强盗给打了啊！但是我们现在人口数太少了，导致我们的这个士兵只有10个人，有点太少了。在大概15个人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反攻这个强盗营地了啊。现在还有点太少了，所以我们的家庭数很重要啊，要抓紧把这个什么生产所需储存空间不足。这边已经很多了，那我们先暂停，不要生产这个。我们优先去采摘小屋，再采一点这个浆果出来。它这边已经满了啊，这个把这个仓库都占上了。有了这个皮革之后呢，其实可以开始建造我们的这个生产里边。可以建造这个皮革厂啊，用皮革厂来产一些这些东西啊，产一些这个衣服啊，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居民的幸福度啊，能在我们这个满意度这里再增加啊。我们这个居民的居住住宅想要升级，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要求，要求下面分几大类：便利设施、市场供应啊，这个每一个亮起来的点儿啊，亮了你才能够升级2级的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呢，这就是我们说的后边的这个后院可以干的一些事情啊。这个后院呢，前期我们的这个钱比较紧张，我们先别着急干这个事儿啊。然后我们还要再做的一件事呢，就是在采集里来一个锯木坑啊，我们要把木材锯成木板啊，因为我们很多建筑的升级都是需要木板的，这个也很重要啊，这些都挺重要的。然后还有水井也很重要啊，我们之前一直没有造的，停下来的这个也可以给它启动起来了。这些都慢慢来啊。好，一个家庭终于来家庭了，太好了，终于来家庭，来家庭了啊！来家庭，赶紧造。我们现在建造的任务很多啊，来家庭先让他们优先建造啊，水井造完啊。水井造完，你可以看到这边的小点里面啊，这个水源供应就亮了。但是呢，离得比较远的地方，如果太远啊，这个离这个水井范围太远，它可能这个小点会暗掉，那你就再造一个水井就可以了。所以最好就是沿着一个公共区域周围去建房子，让它在这一圈房子都会被这一个公共区域所覆盖到，我个人觉得是最好的啊。然后我们可以优先的先把这一片区域的树给它砍了，省着一会儿等我们造房子。
好，皮革厂也造完了，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情况。护林员小屋先不着急啊，到后边实在要去远处砍树的时候再弄就来得及啊。我那属于是造错了啊。皮革厂看一下，我还是人口数太少了啊，人口数太少了。还有建造任务吗？好像没有了。那我们就可以先把这个建造的这个人先给他拖进去啊，先去皮革厂，先去这个做点皮子。然后对应的这个工厂，生活的人或者是工作的人，他会摆对应的摊位啊。一会儿之后，他生产出皮革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市场里会卖多一个这个皮革的摊位了。这个东西我觉得有 bug 啊，就是这个巨木坑这里啊，它这个通用储藏室明显是空的啊，但是它每次都会在这边提示通用储藏室满了，其实是这个木材储藏室满了。哎，又来了一个家庭，不错啊，又来了一个家庭。那这个家庭我们让他去打猎啊，目前没有什么建造的任务，先让他去打猎。我们现在有9个房子，目前只有7户家庭，还有2个房子。哎，你看到他们这边建了一个服装摊啊，就是这个皮革厂的人建的啊。所以不同的工厂工作的人呢，还会产生不同的摊位啊。我们看一下，没有木板了吗？有木板了，有木板了以后，我们第一件事要先把这个拴马桩在这里可以花2个木板升级成小型马厩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优先把这个人口收出来，先去让他造这个小型马厩啊。小型马厩造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买第2头牛了。然后这一家3口人都是负责牵这个牛的，所以你这2头牛派1户人牵就行了，不用放第2户人啊，挺好的。哎，然后我们这里。来，你看看，到了我10块肉，好家伙，肉疼啊！我一共才几块肉啊？你把我肉倒没了，你可真行！好生气呀，好生气啊！好吧，我们再去打猎打一点啊。然后我们在这里赶紧订购1头牛啊，这订购还要花费1个月的时间。等有第2头牛呢，我们的效率就会上起来啊。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军队，我们现在有14个人，还是有点少啊，还是有点少。我们初始的这个装备够武装20个人，也就是10户家庭啊。所以现在还是有点少，人家抢我10块肉，你等着啊，你等着，你等我去报仇啊！等我们再这个攒一攒民意啊，让我们的这个再来一些人口啊，这个才好弄啊，否则不太好弄。然后这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买牛花的就是这个地区财富啊，就花了20块钱啊。所以你要造这个扩建后院，这都是要这个地区财富的，都是要花钱的。前期这个钱还是得用到刀刃上啊，用到刀刃上。但是我觉得第一个呢，是可以先给他造这个山羊棚的。这个山羊棚还有兽皮的被动收益啊，还是挺不错的啊。我们先来个山羊棚吧，这样我们就只剩5块钱了。这家人就会开始养羊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家人的人都在干嘛。哎，他家是牵牛那家，然后就会开始养羊，就会可以给我们再产一些额外的这个皮革收益。然后看一下采摘小屋啊，这边已经在采摘浆果了啊。然后这边也在那啥工作区空无一物啊。那伐木营地我们再让他换一个地方砍啊，把这片也砍了吧，这边也砍了，让他先砍着啊。但是你也没砍干净，这不还有一棵树吗？这是咋砍的？看一下我们的资源，又来了一个强盗营地，第2个强盗营地了，没关系啊，不担心啊。在最右上角，这个在这儿啊，一共最多是3个强盗营地啊。我们还是尽可能的优先去提高民意，让我的人口起来是最重要的，否则没有兵啊，没有兵也打不了啊，打不动。然后是可以雇佣的，但是雇佣，哎，又有一个家庭迁入了，漂亮，又有一个家庭迁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再修建一些这个房子了，我们在这边再来修建一些房子。这个那样的让它横平竖直吧，再修建一些房子啊。这户家庭不是建造的吗？啊，我们现在的人数呢就已经有16个人了，我觉得差不多了啊。我们就选择英雄集结啊，看一下啊，他们伐木这个在这边，我们就往这个方向集结，英雄集结。当然，这个行为是会降低他们的生产效率的，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啊。这边会教你啊什么什么的东西啊，其实就是有2个条，一条是士气，一条是疲劳啊。然后当你疲劳比较低，士气比较低的时候，你就容易打败仗。然后有几种命令，如果你这个急行军的话，疲劳就会降的比较快。我们把这个急行军先取消掉啊。然后这是解散，只有在你自己的领地里，你才能解散，让他们回去务农啊。然后有几种这个就是命令吧啊，就是退后。什么警戒飞弹，然后中规中矩啊，坚守营地，防御力翻倍，攻击减半，
然后全力推进啊，这就是战斗姿态啊。然后你右键呢去画，你就可以让他们布在一条线上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玩法啊。然后我们先推进，冲，速度拉满啊，把急行军关了，否则疲劳度太高了。我们就上着强盗营地推。16个人啊，我们就是16个人，我们是武装到牙齿的，我们是有盾有矛的，强盗都是比较穷的啊。你别看这是吧，打家劫舍的，但是他们是非正规军啊，所以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看到啊，他们的人数也显示在这儿了啊，他们也是16个人，好像是啊。然后我们就在这儿列兵列队，列阵摆开阵型，然后我们的领主大人看一下啊。在哪呢？我经常找不着人啊。在哪打呢？啊，在这儿啊，列队了啊！你看，一会儿他们就来了啊，我们就在这等着，看着一会儿他们两军相遇啊，怎么个情况啊？我们就是一啦啦队啊，这个气氛组啊，你看到他们在这列队了，就等着敌人过来。我们加点速吧，这敌人还好远啊！来了来了来了！走过来了，走过来了，好，我们看一下，啊，冲呀！别打着我，你看到他们就开打，你看到他们是没有盾牌的，所以我们是有装备上是有优势的，啊，然后人数对等，装备上有优势啊，这就不会输，这就不会输啊！我们要争取0伤亡，解决这帮强盗，加油，上，打他，加油，削他，削他，削他！防御防御啊，削他！你看我们的长矛啊，不知道后边会不会有骑兵啊？这游戏跟骑马和砍杀比起来还是差的很多，估计很难有骑兵吧。好，我们上来加点速啊，加点速，在那个模式下没办法加速啊。你看到他们在减员啊，我们还是16个人，没有减员。他们11个，当他们少到一定程度，他们就会溃逃啊。哎，你看我们这样就胜利了啊，他们就逃跑了。他们就只留下了一地尸体。走，我们去进攻他们的营寨啊！我们就去，他们抢我们，我们也去抢他们，掠夺啊！然后每打败一个强盗营地，你看到这边我们涨了影响力啊！这影响力是我们后边扩张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资源啊。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国库还是0啊，国库是用来外交和雇佣佣兵的啊，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然后年度国税是后边有了庄园以后我们才可以收税啊。然后国王青睐怎么获得我还不知道，我不知道国王青睐怎么获得，不知道当前版本开没开放这个东西啊。然后我们点这个营地就可以了，我们只要走过来点这个营地，我们就可以选择，有2种选择，一种是充盈国库，就是涨这个钱啊，另一种是涨我们的地区财富啊。我们这里呢选第一个涨的就是地区财富，第二个就是涨入国库啊。我们前期比较缺钱，我们先涨这个地区财富，你看到这边一下子就有钱了，对吧？我们就可以啊，是吧？我们别走，别回去，不是还有一个营地的吗？我们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们这得打完啊！哪儿呢？那个强盗营地？哦，在这儿哇，好远啊！哦，急行军走，看着点儿，只要这个是数值不闪红啊，我们就问题不大。你看到这2笔钱，一个110，两个108，好像是给了啊。哎，这2笔钱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啊。再行军吗？啊，再行军啊！他们行军他们的，我们有了这108之后呢，我们赶紧回来。我们先把这个是吧？什么胡萝卜呀，是吧？什么鸡呀，都养上啊！哎，我们就先找3个农户啊，先干这个事儿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回去看我们的这个急行军啊，士气还很高啊，没有降什么疲劳。走这么远，你只要不要用这个命令啊，这个命令默认是给你打开的，特别的坑啊，不要用这个命令。然后我们初始的这个装备其实还是挺好的啊。我们这边又来人了，我们先暂停一下啊。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建造任务了，我们争取让他多砍一些树，或者是多锯一些木板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物资啊，木板挺多的了，不用再锯了，但是可以多产一些柴火。柴火这个东西后边非常的缺啊，这也是为什么第一个造这个炭炉的原因。我们炭炉可以放下了。在这里啊，炭窑就可以放下了，把炭窑就放在木材厂的这个旁边就可以了，让他们先赶紧造着。这里没有人了是吧？我们看一下让谁去啊？还是这边吧，这边。好啊，然后我过来啊，继续看一下我们的这边。
所以我说这前期的强盗营地吧，这都是经验包啊，越多越好，否则你哪来的钱啊？我之前玩了一个和平模式的档，我这硬是不知道这个地区财富要怎么涨，我估计得出口一些东西啊，但是出口东西你还得建贸易路线，建贸易路线还要花钱，这前期需要钱的地方可太多了啊，所以就太难弄了啊。我们这边就最好是这样。哎，咋敌人呢？啥意思啊？要走到哪儿去？我都看不见了啊！出来了，冲出来了啊！我们就在这儿，我们在这列队。好好好，我们全面推进啊！我们再打，同等人数，我们谁也不怕啊！捅他，捅他！我们还是16个人，没有捡人啊，没有捡人。好，我们又赢了啊！哎呦，死了一个！哎呀，死了一个，这有点亏呀，死了一个。死了一个，得想办法，还得处理。哎，死在远处的这种尸体要处理吗？这怎么还死一个呢？我头一次死人，我打了这么多次强盗营地，我头一次死人。可能还是选了这个全面推进，应该是中规中矩会好一点啊，中规中矩好一点。好，我们先去把这个弄了。我不知道这个尸体要不要处理，好像不需要我们处理啊。不在家里的尸体可能并不需要处理，这个我还真不确定。但是怎么还是27个人呢？我们9户，1户3口，这怎么没少人呢？不懂啊！我头一次死人，我们先过来看，先把这个营地也弄了。这一波我觉得还是这个啥吧，我还是要我们的物资啊，先不着急给国库啊，国库现在暂时用不上。好，我们这影响力就640了，我们一共1000点影响力就可以再去扩张一块土地了。但是我们扩张土地最大的瓶颈其实是在人头数不足上啊，并不在那个啥上，并不在这个钱上啊，钱是能弄到的，但是人头数不足是真的难受啊。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口可以派出去扩张啊。这里几月份了？10月份了。我们不画这个地方，让它自由的砍也行，其实这边砍一下吧。然后这边开始生产这个碳啊，一个燃料可以变成2个煤炭啊，这样我们的这个燃料数量就快起来了。这样我们只要这边放一个人啊，锯木坑这儿放一个人，这边放一个人，就等于在以2倍的效率生产啊。但是我们如果只是在这个不是锯木坑啊，在这个伐木屋这里放2个人，生产的这个燃料数量是没有这样的效率高的啊。这样就挺好的。这里又满了。锯木坑其实现在先不着急啊，锯木坑木板有一些就行了，已经有53个木板了，好家伙，我们再去搞一些木材啊。53个木板足够了。我们现在呢就可以给这个居民区造一个教堂了啊，20个木板加上初始送了我们10个石头啊，哎，这个教堂我们就可以给它摆下来了。位置呢大概就在这个市场的边上啊。好，赶紧造啊！那我们把这里的人抽出来，让他去建造。然后赶紧让我们的这个是吧，士兵们走到哪了？回来了啊！我们胜利凯旋而归啊！但是男爵的实力我看还是挺强的，他会有3-4支部队啊，就不是我们这种小打小闹的这个野战部队能取胜的了。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打男爵的时候还是尽可能的我们要武装起来啊，要有更多的人口。说白了还是养人口啊。冬日将近，我们看一下。哎呀，这个食物的量怎么这么微呀？我看一下，这不是富饶吗？这咋没存下食物？粮食都去哪了？肉呢？咋就5块肉呀？浆果我看看，像我才8个。我之前都是浆果富饶开局，这浆果能采70-80个啊。然后这里有一个草药园的升级，我们升级一下，这样之后他在采这个浆果的时候就能采出草药来了，然后就可以这个让我们的居民的康复速度更快啊。我们看一下还有皮子吗？还有兽皮呢，这边还得弄。这边我觉得再放一个人，否则不太行啊。这过冬的粮食不太行，燃料这个问题暂时解决了。伐木屋不能捡人，看一下仓库。哎呀，还是缺人呢，这里也不能捡人，伐木营地再捡一个人，我看有多少木头。不行啊，伐木营地也很缺人呢。
哪儿捡不了。我们把这个教堂赶紧造完，等这个建教堂的这个户造完，我们赶紧剩下的人要去打猎。采浆果这个东西到了冬天就采不了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到冬天这个产量它是季节性，冬天这产量就会下降，就采不到了啊。所以我们得抓紧为食物而发愁了。这没存下来食物啊，是我意想不到的。11月份够5个月，其实也能撑过去啊。也能撑过去，也不是撑不过去啊。一户新家庭来了，赶紧的去打猎，赶紧打猎。这边我高级选没选？选了吧。赶紧去打猎！哎，人回来了没呀？看我军队走哪了？哦，快回来了！我的天，这一趟行军2个月就没了，2个月就没了。建造完成木柴摊啊！只要有足够的木材摊，这边的点儿才会亮得起来。我们现在就差一个教堂，就可以升级2级的宝地了啊。有了2个2级宝地，我们就能升级下一个那个什么，就可以有下一个点数了。回来了没？走的真慢啊！现在就可以解散了，赶紧解散。解散又变16了，哎。19，我看啊，我现在是10户家庭，应该是20啊，19还是少一个人，终究是死了一个人啊。但是这里显示又是30啊，可能有一些不知名的 bug 在里边啊，看一下燃料，还是燃料的问题啊。我们木材还是够的，我们可以把这边的人手调到这里，让他去多产这个煤啊。这32个木材就能变成64个煤啊。赶紧，然后我们可以再多让一些人去建这个菜园和这个鸡舍，还有这个羊啊。我们再来一趟啊，3连啊，再来一趟，也花不了几个钱。但是要留一些啊，后边我们这些房子还要升级工匠啊。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做裁缝的，有做酒的，有做面包的等等啊。哎，这里说了，天气变冷了，季节性的作物要消失了，提示的就是这个啊。你看到它在缩减，但是还是得让它采一阵啊。我们这食物的重要来源还是得让它再采一阵，在它采到0之前啊，这边还是得采。看一下哦，这边肉终于起来一些了。野生动物，这野生动物富饶之地应该还好啊。然后剩下的人赶紧把这个教堂给我降，差这个粗石没有搬过来。哦，这边燃料再起了，我们这边伐木屋还是把人给他安排回来。伐木营地我们看一下，木头还有，这里又采摘小屋。已经没了，哇塞，缩减真快啊！能把这个采摘小屋的人撤出来了，我们可以给护林小屋里放一个人了。但是据我观察呢，这个冬天好像不种树，试试看吧，反正先放着，看它种不种啊？可以通过这样的人手看一下。你看冬天不种树好像是吧？没有用啊，冬天它不种，它来开春的时候再放就来得及啊。那我们就先把它取消掉。让更多的人去这个生产过冬的物资啊，比如说燃料是吧？现在燃料就还可以了，3个月。食物稍微有一点少啊，好，我们的教堂终于盖好了，我们来升级2个房子。我们优先找这些没花过钱的，后院还是空的房子去升啊。我们升一个，再升一个啊，要8块木头，好像有点心疼，木头没有了啊。没关系啊，我们先优先把这2个升级起来。把这个调高一点啊，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期视频里把我们的这个再升级一下了。这边又没有木头了，我们在这边再选一下。其实这个东西是可以迁的啊，我们可以把它迁到一个木头更多的地方去，我们把它迁移一下啊，迁一下，这样他们伐木的效率会快一点。燃料足够过冬了，有了这个煤炭的话是足够过冬的啊。然后食物稍微有一点少，但是冬天是不影响打猎的。我们这个富饶之地理论上应该是打不空的啊。如果不是富饶之地的话，是这个猎物后边是会不够的，是会没有的。我们这样大量的人啊，赶紧来建这个啊！
你有钱了，其实我们可以再搞一个这个物流里，再搞一个拴马桩啊，拴马桩放哪儿啊？马桩要不就放在这边。我看后边工业区在右下，工业区在右下，那我们拴马桩要不放这儿吧？再搞一个，这样有两对牛啊，这样运输起来效率才会快。好，我们这边有了2级的房屋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建更多的其他的建筑了啊。我个人呢优先要不先做这个鞋子啊，鞋子，这样他们就会成为工匠啊。这要消耗5个木板，我们之前割了好多木板啊，现在还有剩余，还可以用。然后我们就等这第2个房子好啊。第2个房子好，我们的这个醍醐镇就变成2级镇子了，2级镇子了。下一个就是小型村庄。好，定居点升级啊，我们这里就又有了一个新的点数啊。这个点数呢，就像我说的，可以去选这个。那如果你实在觉得这个食物不够呢，也可以往这个方向上去选啊。好的，那本期视频呢，小米就给大家带到这里啊。这一期就是稍微的发展了一下，告诉了大家怎么去清理这个地图上的强盗啊，以及有关于规划、有关于一些的这个建造生存的一些小技巧啊。那如果你还想看下一期视频，别忘了给本期视频一个3连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大家拜拜，拜拜喽。